大家好，现在的时间是8月1号下午3点整，我在国贸中心，往里面走就是福瑞金店了。今天啊，带大家玩点刺激的，真人版黄金大劫案。我靠，这家金店我知道啊，对面就是警察局。主播疯了，直播抢劫。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靠，兄弟，你来真的！警报都响了，趁着事情还没严重起来，快跑吧！住手！住手！请放下武器！快住手！请立刻停止犯罪，否则……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8月1号下午3点07分，我顾川在福瑞金店实施抢劫。上！警官，我自首，快把我铐起来，快！常青藤名校毕业，深蓝科技公司研发部总监，年薪100万。顾川，你这种人应该最清楚后果。你为什么这么做？难道失恋了？警官，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拘留我吧。顾川，你知不知道拘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可能前途尽毁。警官，我拒绝赔偿调解，请你们立刻将我拘留。警官，我拒绝赔偿调解，请你们立刻将我拘留。你这态度倒是很反常，别人都巴不得调解，你倒着急进拘留所。你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没有任何隐情。警官，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求你赶快把我关起来吧，不然就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顾川，你在说什么？你……行，好，我知道了。刚统计完损失，顾川，你很幸运，金额未达5000，而且金店老板愿意接受调解，只要照价赔偿就可以。我说了，我不需要调解。顾川哥哥，在胡说点什么？警察同志，你别听他瞎说，调解我们接受，这5000块钱我来出，我现在就能转账。没错，警察同志，别说是5000了，就是5万、10万，只要给我兄弟调解，别留案底就行。你们是他的朋友啊，既然你们愿意调解，那就把调解书签了吧。好，我是他被动器，我帮他采。站长，调解单必须本人同意，他们没权利调解。顾川，你是不是疯了？不签字，难道你想进去啊？秦岩还怀着你的孩子呢，你知不知道？他刷到你抢劫的直播，气得都快晕过去了。本来我们是去产检的路上，他得知你被抓了，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顾川哥哥，你最近是不是盯项目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才犯了糊涂啊？拘留是会留案底的，难道你忍心？你忍心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被人说他爸爸是坐过牢的吗？秦岩，秦岩，你还在犹豫什么呀？顾川，咱们两个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你什么性格我还不知道吗？你如果有什么苦衷，尽管跟我说，兄弟我就算是砸锅卖铁都会帮你的。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你图什么呀？
顾川哥哥，是不是研发新算法卡住了呀？你能不能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我不想你赚那么多钱养我，我就想你好好的陪着我，好好的看着我们的宝宝长大，好吗？顾川，看看你身边这2位，这么好的姑娘，这么铁的兄弟，还不值得你签个字吗？这些事情根本算不上什么，不要因为一时糊涂毁了前程。只是5000块呀，顾川哥哥，你上周给我买的限量版运动鞋零头都比这多呀！啊！秦雅，我不能拖累你。拘留所，我必须进。至于孩子，你去医院打了吧。顾川，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啊？你竟然让秦雅把孩子打掉，他为了这个孩子偷了多少回，你不知道吗？啊！你们婚礼的请柬都已经印好了，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你是个人吗？啊！住手！这是警察局，好好说话。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名校博士，年薪100万，还有什么漂亮的未婚妻？我真不知道你是哪根筋搭错了，非要把自己弄进去。不必再说了，调解单我死也不会签。算你狠，我劝不动你，但总有人会让你清醒。何副总刚发的消息，他已经到门口了。你现在最好想一想，待会儿怎么面对把你当接班人栽培的师傅。顾川，你是要接我班的人，深蓝科技副总裁的位置不可能留给一个有案底的人。现在就签字！师傅，我，你还在犹豫什么呀？平白扔掉锦绣戒指，你疯了吗？师傅，对不起，调解单我不能签。你说什么？何总，你快劝劝顾川哥哥呀！他不知道为什么，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们的说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没错，何总，他就是为了5000块钱，非得把自己折腾进去。你个混小子，我再有2年就要退休了呀！副总裁的位置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年薪100万不够你花吗？啊，真有难处，我现在就向董事会打报告，明天我就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做。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技术上钻牛角尖我可以忍，这种拿自己前程开玩笑的事儿，你较什么劲呢？顾川，你这样的社会精英，放着青云路不走，偏往泥地里钻，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把人生都豁出去了？顾川，你到底有什么苦衷？你说呀！是啊，顾川哥哥，你说出来，我们都会帮你的。我没有什么苦衷，我就是单纯的追求刺激罢了。你简直是要气死我的啊！你们不用再劝了。就算你们是我的师傅、兄弟、未婚妻，在法律上终究是外人，谁也没权利替我签这个字。他们是外人不能签，那我这个当爹的总可以吧？爸妈，你们怎么会来？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小川，你出了这么大的事，爸妈还能坐得住吗？我们接到秦燕打的电话，你把手里的药啊都给摔碎了。顾川哥哥，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顾川，你上了那么多年的学，都上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竟然干出违法乱纪的事儿！你把我顾家的脸都丢尽了！爸妈，对不起。顾川，你看看你父母年纪这么大了，为了你特地从外地跑来。你爸爸明天要做心脏搭桥，为了你这些事儿，连手术都推迟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同志。这孩子是我没教育好。警察同志，实在对不起啊！我孩子肯定是一时冲动才犯下这种错误的，请您多担待，多担待，您多担待呀！叔叔，你们快劝劝顾川哥哥吧，他现在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青叶，你是个好孩子，小川耽误您了。阿姨，你别这么说。就是阿姨，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填调解单，别让他再降下去了。是呀，老哥哥，顾川可是我们深蓝科技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你们一定得好好劝劝他。就他这个牛脾气，我可管不住啊！哼，有我在，我看他还能翻天不成？不对，顾川父母已经代签了调解协议书，赔偿款和保释金都已到账。既然你们走完了流程，那就把他带走吧。走，校长，我们回家，我们回家。不行，我今天必须得在这儿。顾川，顾川，你再说一遍！爸，我今晚必须要在拘留所。你待在这儿是能待出花来吗？你把我们顾家人的脸都丢尽了！爸，我求你了，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离开。要打要骂，你直接动手吧。老头子，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千万别着急啊！小川，你听妈一句话，你别倔了，好不好？咱们先回家，有什么事情咱们慢慢说啊！顾川，你还要拘留到什么时候啊？你看看你爸，都要被你气得快晕过去了呀！顾川，虽然咱们是好兄弟，但是我必须要说你这次做的真的太过了。顾川哥哥，你先跟叔叔阿姨回去吧，好吗？你们不用劝了，我做错了事，违了法，我就必须接受惩罚。顾川，我必须提醒你，你父母已经完成了保释手续，金店老板也签署了谅解书。按照程序，我们今天必须将你释放。我不回去，你们听不见吗？我违法了，我要做了，你们要我说几遍？是他，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都是他害了我，他逼我的，都是他让我做的。别过来！别过来！你怎么了？爸，你看不见吗？他就在那儿，小川，你怎么？他在戳我心。啊！你看不见吗？他就在那儿，小川，你怎么？他在戳我心，别过来！小川，你怎么了？他什么都没有啊！小川，你别吓妈妈呀，小川。警察同志，这孩子啊，肯定是精神出了问题，他平时不这样的。是啊，警官，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可以作证。顾川哥哥一直都很清醒的，他从来都没有这样过。没错，我也可以证明，他昨天还跟了我新研发项目的方向，他思维绝对没问题的。他可是我们深蓝科技的研发总监，手里攥着3个核心项目的，要是精神方面有问题的话，那不可能撑到现在啊！难道是最近受了什么刺激，意识出现了偏差？不，我没问题，都是他们，是他们要害我，我就要待在这儿，这儿最安全，别过来，小川，顾爸爸，按照程序，我们应该放人，但他现在的状况
放出去恐怕也有风险，不论对他还是对旁人，我建议暂缓释放，明天请精神鉴定专家来评估，您看怎么样？就按你们说的办吧。走，走啊！顾川，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叔叔，快走，快送医院，慢点，慢点，别过来！白天装疯卖傻的戏，演得很像吗？胡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费尽心思留在拘留所，究竟想干什么？你费尽心思留在拘留所，究竟想干什么？到时候你就会明白的。现在我要休息了。哦，对了，胡警官，既然我爸妈已经交了保释金，就说明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犯人。麻烦把你手机还给我。顾川，我看过你的档案，名校博士，3年升为总监，连婚恋计划都经去到季度，你是人生定在时间表上的人。但你今天不但自毁前程，还眼睁睁看你父亲晕倒，这很不对劲。再规整的齿轮也会偶尔挑次齿吧，就当是优等生的沃尔托斯克吧。你父亲今天去医院了，医生说他情况很不好。如果你想通了，现在我就带你去医院。胡警官，你要是现在放我出去，说不定我下次直播就在刑事片场。你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就在这儿再好好反省反省吧。60、59、58。3、2、1。胡警官，时间到了，现在我告诉你真相。我已经知道真相。胡警官，时间到了，现在我告诉你真相。我已经知道真相，你想说什么？不好意思啊，胡警官，实在是没忍住。实不相瞒啊，我是听说这江城拘留所的盒饭啊，那叫一个绝，尤其是红烧排骨炖的呀，比老字号还入味呢。这不，特意过来尝尝鲜。说起来，肚子还有点饿了，不知道胡警官方不方便弄一份给我尝尝？耍人很有意思吗？还是说你在拘留所里没待够，得换个地方再清醒清醒？怎么，警察同志连犯人的饮食需求都不管了？你费这么大劲儿进拘留所，就是为了吃顿饭？没错啊，我这个人啊，最喜欢的就是吃东西。人活着本来就很累啊，可不能亏待自己的五脏庙。行，我给你拿盒饭，不过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等什么？胡警官，在你拿盒饭之前，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发现什么真相了？明天精神鉴定专家会告诉你的。
胡警官，原来你在诈我呀！林医生，你的意思是，顾川没有精神类疾病？是的，经过我专业的评估，他并没有任何问题，符合释放标准。胡警官，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怎么会没问题呢？难道是我想多了？顾川，别以为我调查不出你费尽心思进拘留所的猫腻。不过，既然将你释放，就回去给我安分守己，好好活着，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当然了，胡警官，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次纯属是行为艺术。顾先生，请问您为什么直播抢劫金店？是一时兴起，还是另有隐情？您作为深蓝科技的高管，是否因为压力过大而精神失常？有网友怀疑您是在挑衅司法，请问您怎么回应？网络的力量还真是强大。昨天直播，今天就上了头条，这届网友的效率还真是高啊！顾川，别乱说话。各位这么关心我，不如猜一猜，接下来我要干什么？顾川，想想你住院的父亲，还有怀孕的未婚妻，别再犯糊涂了，别拿你自己的人生，还有全家人的关心开玩笑。顾川，你是深蓝科技公司的总监，再过2年就能升为副总裁。可这事情一出，怕是连深蓝科技公司也要重新考虑人员雇佣的问题。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笑得出来？胡警官，你见过大厦倾倒前的最后一盏灯吗？跟生死相比，前途尽毁又算得上什么？跟生死相比，前途尽毁又算得上什么？你说什么？没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胡警官，现在我可以走了吧？可以走了。顾先生，请你正面回应我们的问题。你不说话，是不是代表此前网友猜测都是真的？让一让，麻烦大家让一下。顾川，看看你的家人和朋友都这么的关心你，就算你不考虑自己的感受，也应该考虑考虑他们的感受吧。家人嘛，你这是做什么？去晦气啊！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顾川哥哥，你受苦了。那是小弟，你没事就好。你知道吗？你在里边待这一晚上，亲雅担心都没睡好觉。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来接你回家。顾叔叔被你气得住了院，阿姨在病床前守着他走不开，只能我和怀志来了。好了，先别说这些了，跟我一块去医院吧。阿姨煲了汤，去看看叔叔，跟他好好道个歉。走吧。不行，你们不能走。你们不要为难顾川哥哥，他只是压力太大了才会那样的。我们已经交了赔偿金了，也跟金店道过歉了。你们要是还不满意，那我再跟大家道歉一次。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事情已经解决了，释放程序也是合法的，我们稍后一定会发表声明的。现在请你们让开，我们要去医院里边看望病人。如果你们再阻拦的话，这里可是警察局，这里可是警察局。各位，顾川这次的事情引发的关注比较大，我们后续会公布情况说明。但是现在，请让开通道，再继续围堵，我们将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依法带离处理。我们是依法进行新闻采访，有采访权。您这是滥用职权，阻碍舆论监督。顾川先生，您从一开始就保持沉默，是默认了网上的指认吗？沉默，是因为我的确做错了事情，我也已经接受了相应的惩罚，该承担的责任我不会推卸。
这么说，你承认是故意直播砸金店了？这到底是为什么？难不成真像网友所说，想当网红快速博取流量赚钱呢？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顾川哥哥，他可是深蓝科技研发部的总监，年薪7位数。他随便送我的一块表都价值2万块，他怎么可能缺钱？顾川想要当网红，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作为深蓝科技未来副总的不二人选，手上更是掌握着核心技术的股权，他怎么可能会用这种毁了自己的方式去赚那点钱呢？你们2位跟他关系亲近，自然向着他说话。可你们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吗？说不准你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据我们了解，顾川的父亲上周确诊急性心梗，急需500万手术费，而他短时间内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这就是证据。看见没？住院号、诊断证明、缴费金额，白纸黑字，这就是他想快速捞钱的铁证。这年头想赚快钱就得流量变现。他社交账号昨天一夜之间涨粉13万，评论区全是让他开直播的。要我看，他今天一回去就得开播，用不上3天就得嚷嚷着家人们点点关注，小黄车1号链接直接冲。看着人模人样的，居然搞这套，怪不得敢砸金店，原来是为了夺人眼球啊！不会的，顾川哥哥不是那种人。顾川哥哥，你说话呀！顾川，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输入的手术费不够的话，你可以跟我俩说呀。我们就算是砸锅卖铁都会帮你凑的。你干嘛用这种毁了自己的方式？顾川，你替父亲筹钱的孝心可以体谅，但是你用砸金店博眼球的方式，你有想过后果吗？现在有多少未成年人在传你的视频？有多少孩子在学着你要搞什么大新闻？你这是在教他们违法犯罪！呸！什么孝心？我看他就是为了红，不择手段的社会败类，以违法博眼球，荼毒下一代，就该判刑。顾川，如果后续经过我们调查，你真的存在引导青少年的行为，我们有权对你再次传唤。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想着故意引导谁，我只是想当网红捞钱是吧？可惜呀，你的账号刚火就被我举报了，现在所有的视频都已经下架，热搜被压得死死的，你这辈子都别想靠这招翻身。什么？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这样？还真的都下架了。为什么？你凭什么这么做？看不惯你用违法犯罪博眼球捞金，替社会清理垃圾，有问题吗？怎么捞不到钱急眼了，想动手打人呢？顾川，松手！这是警察局门口。顾川哥哥，你有话好好说，你别冲动啊！去开！顾川，你疯了吗你？心爱还是孩子呢？你知不知道，这个视频对我来说很重要，你毁了他们就是毁了我。当然很重要，没了这些博眼球的东西，你上哪凑500万给你爸治病去？小川，小川，他们说的这些是真的。妈，你别听他们瞎说，我妈，你别叫我妈，我顾家养不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东西。阿姨别打了，顾川哥哥他也是着急给叔叔筹集手术费啊，他不是故意的。急就能做犯法的事儿吗？小川，我跟你爸一世勤勤恳恳，本分老实，你以为你爸躺在床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花着你违法乱起的钱吗？你这是换他的心，抓你爸的脊梁骨啊！阿姨，您先别急，顾川，事到如今，你还是没有半点悔改之意吗？妈，我真的不是为了钱，那些视频是什么？怎么说出来了？到现在还嘴硬。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非得再被踢进抢救室不可。顾川，你已经把叔叔气得住进了医院，那还要把阿姨起病打吗？啊！赶紧给阿姨道歉！为了500万，连爹妈脸面都不要的人，怎么会真心认错？我看他就是诚心想当网红捞钱，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是深蓝科技的副总裁，我能证明，顾川根本不可能为了钱去砸金店。我是深蓝科技的副总裁，我能证明，顾川根本不可能为了钱去砸金店。哟，何副总啊，我没记错的话，顾川是你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吧？徒弟出了事儿，师傅站出来的，这戏码可不新鲜。就是，空口无凭谁都会说，你说他不是为了钱，正确。这就是证据。你们都说顾川为了给父亲治病，想当网红捞钱，但他年前主持的星烈计划项目奖金即将发放，不多不少，正好是500万。这是奖金申领书，上面有我的签名，还有公司的公章。日期、金额、公司公章全都对得上，这的确可以证明顾川最近不缺钱。谁知道这奖金申领书是不是临时补的？万一是你怕影响公司股价，站出来给他兜底的呢？那就更不可能了。深蓝科技的人事制度比铁还硬，别说是有犯罪前科了，就算是业务考核不及格，也会被调离核心岗位。你说他是为了钱而犯法，那我们直接开除他，和他撇清关系就好，犯得着造假吗？那既然不缺钱，还搞这么大动静，难不成是脑子一热搞出来的行为艺术？其实我可能知道顾川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秦野，事到如今，没必要再替他遮掩了。你知道些什么？顾川哥哥，对不起，我为了你不犯更大的错，只能站出来了。顾川哥哥他好像沉迷赌博，还不上了。秦野，你，秦野，你，小川，你竟然染上了赌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你告诉我！妈，你别那么瞎说，我对不起，顾川哥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宋小姐，凡事都得讲证据。我有证据。我有录音，前几天我和怀之在顾川哥哥家喝酒聚餐，他喝多了说胡话，我当时只觉得又好笑又好奇，就随手录了下来。我想着第二天问问你的，没想到我输太多了，得想办法搞一笔钱才行。竟然有录音，顾川，你别怪青野，他也是为了你好。诸位，我可以证明，当时我也在现场，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早知道是该多留心的。好嘛，原来做网红赚钱不是为了给父亲做手术啊！看来是我把他想得太高尚了。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给自己还赌债，这样的人更可恶。警察同志，这样的人渣，你们能这样把他放出去吗？小川，你老实告诉妈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你真的是赌了钱还不上，所以才违法的吗？你告诉妈呀！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妈，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顾川，你这种一边卖伞博同情，一边赌博惹祸的社会败类，就得关进去好好改造。就是，道歉要是有用，法律还有什么威慑力？警察同志，这种欺骗大众感情的家伙，必须严肃处理。顾川，你这样的行为，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教育批评。顾川哥哥，你这次真的做错了。顾川，你糊涂啊！如果你当初跟我们说实话，我跟秦彦祖会帮你的。你何必要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你把自己的名声全都毁了。帮我？你们怎么帮我？你们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顾川，我相信你。宋小姐，你有录音，但不一定就能证明说话的就是顾川。
现在的 AI 技术伪造一段录音易如反掌，说不定是有人刻意为之呢。对，是这样的，我儿子一定被人陷害了，是吧？哎，确实不排除 AI 的可能性。前2天，我二大爷被诈骗犯用 AI 录音骗了他儿子的5万块。5万块？现在不法分子防不胜防。你什么意思？当时顾川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跟秦岩都在身边。难道你认为这是我们做的伪证要陷害他？我和怀之是顾川哥哥最重要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都安静！请宋小姐把录音文件交给我，我现在就让同事去技术甄别。不用了，这个深夜的确是我的。这个深夜的确是我的。你说什么？小川，你为什么这么糊涂啊？你赌博欠下的钱，爸妈就是卖车卖房，就是沿街乞讨，也会给你还上的呀。你为什么要走歪路？你为什么要做这违法的事情啊？你对得起我们吗？你对得起自己吗？顾川，你师傅，是我没出息，让你失望了。你马上就卸任副总裁了，你为什么就管不住自己呢？黄嘟嘟是一点都不能沾，你不清楚吗？一旦陷进去，这辈子很难再拔出来了。顾川，你知道承认这个录音是自己的后果是什么吗？我知道，无非就是被众人戳着脊梁骨骂，被媒体口诛笔伐，最后在耻辱柱上示众。但是那又如何？顾川，你不想想自己，也应该多想想你的父母。你爸躺在医院里，你妈今天差点在这儿昏倒，你让他们以后在街坊邻居面前怎么抬得起头？胡警官，你到底想说什么？以我这2天对你的观察，你这个人做事有条理，人生规划清晰，根本不像是能沉浸在赌博那个人。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顾川哥哥，胡警官确实是为了你好，事到如今，你再隐瞒也没有用了，你不如早点认错，争取宽大处理才是正经事啊。没错，顾川，秦岩说的对，坦白认错总比硬撑着强。胡警官，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那我就把所有事情的一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胡警官，既然你看得这么清楚，那我就把所有事情的一切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你。现在是8月2号下午2点半，我是江城区警察局刑警支队队长胡娟，现对直播黄金劫案嫌犯顾川进行问讯。本视频作为口供，依法留存。顾川，请开始你的陈述。我叫顾川，8月1号下午3点，真人版黄金大劫案的实施者。我承认，这场直播的核心就是为了赚取流量，但是我不是为了网红光环，也不是为了获取收益，我是为了活命。你说什么？小张，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人要威胁你？你告诉妈，你告诉妈呀！所有事情背后的真相就是，如果我没有这笔流量，我就会死。顾川，你为了博眼球，连这种咒自己的话你都编得出来，你是想赚钱想疯了吧？流量换命，这是我今天听到最荒谬的笑话。你以为这是拍科幻片呢吗？顾川哥哥，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现在可不是能开玩笑的时候啊！够了，顾川，你好好看看你妈，你非得把2个老人气得都住进了医院，你才甘心吗？顾川啊，顾川，我一手提拔你，没想到你为了出名，竟能憋出这种鬼话来！都住口！顾川，这里是警察局门口，收起你哗众取宠的把戏，好好陈述。都住口！顾川，这里是警察局门口，收起你哗众取宠的把戏，好好陈述。胡警官，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没有这笔流量，我活不到明天。好，就当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有了流量能苟活下去，可你爸妈呢？你爸现在还躺在 ICU 里等救命钱，他要是听到你今天这些鬼话，怕是得当场被你气死在病床上。小川，你实在太让妈失望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收你当徒弟，手把手带你做项目，教你如何做人，这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郭警官，你也听到了，事到如今，这样的人不仅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说出没有流量就会死的荒谬言论。这样的人怎么能轻易释放？就是，听说他昨晚还在拘留室里发疯，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坏了。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我们这些守法公民的人身安全，你们能保证吗？你们别胡说，顾川哥哥他不是坏人，他一直以来对我都很温柔的，他不会伤人的。没错，这一点我也可以证明。我跟顾川从小长到大，他为人和善，从不与人为敌。宋小姐，周先生，你们善良是好事，可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有些人就擅长装模作样，人面兽心，不到最后关头绝不露出马脚。大家稍安勿躁。关于顾川的释放程序，全部都是合法合规的。至于他的精神问题，我们分局也已经派出了专业的医师进行评估，他的精神没有问题，也不存在暴力倾向。既然如此，我是不是可以走了？理论上来说，是的。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先走一步。等等，顾川，你昨天直播抢劫已经闹得全网沸腾，今天这番言论若是再被捅出去，你的未来可就都毁了。以后想找份糊口的工作恐怕都难，这份代价你担负得起吗？顾川哥哥，我知道你心里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秘密，但你就算是不为我考虑，你也为我肚子里我们的宝宝考虑考虑好吗？就是啊，顾川，你醒醒吧！难道你真让孩子一生下来就要跟你过着东躲西藏、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吗？这样的人简直不配为人父。小川，你听妈一句劝，青燕怀着孕，对你不离不弃，这样的好女孩哪里找啊？你不能让她在街坊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更不能让我的孙子一出生就被别人戳后脑勺啊！顾川，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顾川，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老实交代前因后果，等事情了结，我们发布案情通告的时候，还能帮你说一下事出有因，让舆论得到一些缓和，总比彻底身败名裂强吧。胡警官，我承认，我昨天在拘留室说的，的确有撒谎的成分。但我今天在这儿说的都是真的，为什么我说真话你反而不信了呢？你简直胡扯！我办案这么多年，见过因为钱杀人的，为情跳楼的，从来没见过哪个活人需要靠流量续命的。你有这么爱你的家人和大好的前途，我实在是看不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说这种自毁前程的鬼话？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如果没有这笔流量，我活不过明天。你们都不信我，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如果没有这笔流量，我活不过明天。你们都不信我，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什么？这都什么年代了，还信命？我看你就是被996逼疯了，想靠直播抢劫一步登天吧？真当网友都是傻子呢？以我跑社会新闻20年的经验，你这出戏吧，就是典型的哗众取宠，先以抢劫博眼球，再编个苦情故事卖惨，无非就是想踏着流量的红利变现罢了。对，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我就是想流量，行了吧？来拍我，拍我！怎么这就承认了？看来是被我们说中了，想破罐子破摔嘛。警察同志，这种毫无悔意的投机者还有拯救的必要，我建议立刻提起公诉，杀一儆百。不，顾川，看着我的眼睛，我的专业素养告诉我，你眼里的恐惧绝对不是伪装的。你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是不是有人拿你的家人要挟？川哥哥，你有什么隐情？你说呀，你说出来呀！就是啊，顾川，你快说，
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还是好兄弟。你放心，我永远会站在你这一边的。小川，你要气死妈妈！你自小就倔，受了委屈总是自己扛着，可这回不一样了呀！你快告诉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只要你说出真相，我会向公司申请继续保留你副总裁候选人的身份。顾川，这次别再让我失望了。好，既然你们都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是时候说出真相了。好，既然你们都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是时候说出真相了。胡警官，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请你务必要沉下心听我说完，因为这关乎的不只是我一条人命。好，只要你说的都是实话，就算再离奇，我全部记在心里。但是，如果你再拿什么流量救命的鬼话糊弄人，就算我想帮你，法律也帮不了你。我从警这么多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可能放过一个坏人。胡警官，我相信你的专业素养，能够分辨真假。其实，事情要从1周前说起。1周前？那不是……安静，你说。事情的真相就是……海城区警方们，前人避让。顾川，我是海城区刑侦支队队长，现在怀疑你和一起案件有关，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这是逮捕令，请你配合。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快把我铐走！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快把我铐走！看你的样子，早就知道我们会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些什么？你们既然已经找到了我，还申请了逮捕令，不应该什么都知道了吗？顾川，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老实配合。铐上了，这顾川难道还在海城区犯了什么事儿？连环作案？我早就知道，能做出直播抢劫这种没下限事情的人，不会是好东西。秦队长，不知道顾川是涉及了什么案件，需要我们配合的话，省专案组已经正式成立，案情涉密，等级极高，现在不方便透露。一旦案情公布，恐怕会引起全市恐慌。全市恐慌？怎么会这么严重？顾川，之前是小打小闹，现在省里成立了专案组，你究竟干了什么？胡警官，我早就说过，真相关乎的不止我一个人的命。既然省里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胡警官，我早就说过，真相关乎的不止我一个人的命。既然省里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省里牵头组的专案组，还把消息捂得那么严。平常只有那种涉案几十上百人的大型诈骗团伙，或是手上沾了几条人命的连环凶犯，才配得上这重阵仗。依我看，他这次可真悬了。之前直播抢劫就够抓眼球的，现在还牵扯出省里要管的案子，他是想翻身都难。省里，小川，你到底干了什么大事儿呀？你告诉妈呀！阿姨先别激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没事的，没事的。妈，对不起。顾川，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啊？当初你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不多考虑考虑叔叔和阿姨呢？顾川呀，顾川，我当初真是看走了眼，原以为你只是性子冲动，没想到你竟然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呀！你不行，小川，你要是冤枉的，妈就是倾尽所有也会给你讨个公道的。可是你要真的，妈可怎么活呀？妈，对不起，这个案子确实跟我有关。阿姨，但是妈，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案子虽然跟我有关，但不是我做的，我也是被卷进来的。但是妈，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案子
虽然跟我有关，但不是我做的，我也是被卷进来的。没做过，没做过，秦队长会拿着逮捕令来抓你吗？虽然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涉了什么案子，但就你昨天直播抢劫那疯疯癫癫的状态，还有今天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依我看，十有八九就是你干的。顾川哥哥，我们真的很想站在你这边，我们真的很想相信你。可是从昨天到现在，你的所作所为真的很没有说服力。顾川，你光说自己是卷进来的有什么用啊？你得让大家都相信你啊！你的证据呢？能证明你清白的证据呢？顾川，我真是看错了你，原以为你只是性子冲动，没想到你犯了错还没有一句实在的话，你真是辜负了我们所有人的信任啊！你说案子不是你做的，你有证据吗？能证明你清白的证据，哪怕一点点也好。昨天你闹出那场直播，可以说是年轻冲动，但现在这场面，你好自为之吧。行了，查案的事儿自有我们会处理。顾川，跟我们走。队长，那到底谁？这是我们警队的不两去，放队长去吗？顾川，小川，顾川哥哥，啊，阿姨，妈！妈！顾川，看着你母亲被你气得当场晕倒，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秦队长想让我说什么？想让我说我错了，还是想让我说后悔这么做？你的亲朋好友为了你的事儿跑前跑后，操碎了心。你母亲更是被你气得当场晕倒，都到这个地步了，你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吗？并没有。顾川，你还年轻，别把路走死了。看在你家人这么为你求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老实交代涉案的事情，我可以向上面申请，说明是你主动坦白，有悔过之心，帮你争取宽大处理。不用了，秦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没什么好交代的。没想到，事到如今，你居然一点悔意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案子影响有多大？一旦案情公布，别说海城区，就是整个江东省也会因此动荡。我当然知道这个案子的分量，但那又怎么样？我已经说了，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我只是跟这个案子有关。逮捕令是我们拿着证据一层层申请下来的，铁证都快摆到你面前了，你凭什么还有底气说不是你做的？秦队长，多说无益。省里既然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我相信警察会给我一个清白的。秦队长，多说无益。既然省上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我相信警察会给我一个清白的。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秦队，我看这个顾川跟其他嫌疑人不一样啊。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坚持自己没干，该不会这事儿真不是他干的吧？不可能，证据确凿，怎么可能不是他做的？我看他就是在嘴硬。顾川，你可别后悔。真相终于要被揭开了。顾川，省局已经到了，这是你最后主动坦白的机会。你确定没什么要和我说的吗？秦队长，你不用再劝了，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是不会忍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知道自己在等什么。走吧。等等！
昭、大勇，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不来，怎么揭露你的种种恶行？怎么为我们自己讨回公道？顾川，我们那么信你，你这么做还有良心吗？住手！各位，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案件还在调查中，请你们先冷静一点。冷静？发生了这样的事，你让他们怎么冷静？你们怎么过来了？谁让你们过来的？这里是省局，不是你们追新闻的地方。好啊，顾川，我之前还纳闷为什么省里会专门成立专案组来抓你，原来你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当然。大家请看。作业：知名企业深蓝科技突发危机，核心技术数据全部被窃，企业财务面临重大危机。顾川，盗窃深蓝科技核心数据的就是你吧？顾川，盗窃深蓝科技核心数据的就是你吧？这一刻，终于要来了。这么大的社会案件，牵扯到深蓝科技上千号员工的生计，还有公司的生死存亡。顾川，你怎么还笑得出来？顾川，你知道吗？我老婆刚生了孩子，现在月子中心等着交钱，现在公司倒闭了，我连最基本的工资都没有了。你让我一家黑西北风啊！你的良心被狗给吃了！大勇，顾川，你是公司高管，年薪100万，有车有房，吃穿不愁。公司倒闭对你没什么影响，可是我呢？我就是个小职工，我儿子下个月等着交学费呢。你现在让我工作没了，我怎么给他交啊？小雪，还有我女儿得了白血病，休得我的公司救命啊！你为什么断了她的生路？为什么毁了我们所有人家？顾川，你听听，他们可都是你的同事、下属、朋友，有的人等着公司养孩子，有的人等着钱救女儿的命啊！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盗窃公司数据，害他们全员下岗，走投无路啊！之前搞直播砸金店，恶意引导青少年模仿，今天又被查出盗窃深蓝科技核心技术数据，毁了上百个家庭的生计啊！顾川，你怎么这么恶毒？干嘛呀？快来滚出去！认账！这不是我做的！大家听我说，听我说，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别装了，顾川，你是深蓝科技研发部的总监，只有你有权限接触到核心技术档案。这里面有误会，我可以解释啊，我可以解释的。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公司对数据管理有多严，你不清楚吗？重要数据被分为3份，由我们3位副总监分别保管，只有身为总监你才可以用密钥将数据整合。顾川，我们跟着你干了3年了，一直拿你当靠谱的领导。现在公司倒闭了，我们这些小职工上哪找工作去？你让我们怎么活呀？大勇，小雪，你们冷静点，这一切都不是我做的。冷静，让我怎么冷静？我女儿还在ICU躺着呢，白血病化疗不能耽误1天，晚1天交钱就可能停药，那还是会救命的。你不仅毁了公司，你毁了我所有人的命。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你若是真没问题，秦队长能直接申请到逮捕令逮捕你吗？的确，我们手上的证据链完整，才能申请到逮捕令。顾川，你的确犯罪。不对，这没有问题，这一切不是我做的，我明明……川哥哥。秦爷，怀之，你们是来为我作证的是吧？不，我们是来揭发你的。不，我们是来揭发你的。你什么意思啊？虽然作为你的未婚妻，我很不想承认这件事，但是现在证据都摆在面前，清清楚楚地指向了你，我总不能为了一己私情，就包庇一个损害大家家庭的罪犯。什么证据啊？顾川，你也不要怪青爷，他不是故意针对你的，他只是选择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毕竟，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不起太多人了。你什么意思啊？青爷，怀之，你们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最好兄弟，我什么样的人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你为了利益能有多不择手段，我才会这么伤心，这么失望。顾川，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把所有的痕迹都抹干净了？你应该想不到吧？监控把你拷贝数据的样子全都拍了下来。怎么会这样？顾川，视频可是铁证，就算你嘴硬到底，也逃不过法律制裁，等着把牢底坐穿吧。顾川，你这个罪人，你毁了我女儿活下去的希望，我给你骗了。
老赵，我给你骗了！老赵，不是我做的，你信我了？不是，你还有谁？住手！大家都冷静点，谁要是再敢动手，就按妨碍公务处理。冷静，秦队长，这视频可都拍得清清楚楚的，这都是铁证啊！我再说最后一遍，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省专案组还没有正式审讯。顾川是否有罪，要凭完整的证据链说话，不是靠一段视频一时冲动就能定的。请大家相信我们，一定会查清真相，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好，我们可以等专案组的调查，但我们有个要求，这个案子牵扯到上千个人的生计和家庭，必须公开审讯。对，必须公开审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不是顾川害的我们。没错，必须公开审讯，不能让他蒙混过关。公开审讯，公开审讯，公开审讯，公开审讯。好，鉴于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将进行公开审讯。顾川，看着这些盼着你认罪的群众，看着因为你丢了生计陷入绝境的人，你现在后悔吗？不，我很期待。现在是8月2号下午3点，我是海城区刑侦支队队长秦风。这是我的警官证。现作为省专案组组长，对我市深蓝科技有限公司核心技术数据丢失一案进行问询。顾川，针对你涉嫌盗窃公司核心技术数据的指控，你有什么需要辩解或陈述的吗？我想说，我没有偷窃深蓝科技的核心技术，从来没有。假的？监控视频拍得清清楚楚，你还想狡辩？监控拍得清楚，不代表这就是真的。现在 AI 技术有多强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很清楚。伪造监控视频难度并不高，更何况深蓝科技内部就有着最顶尖的 AI 研发团队，掌握着最精细的视频生成技术。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去年我们公司研发部门就测试过 AI 视频合成技术，确实能够做到以假乱真，普通人根本分辨不出来。你的意思是，你认为那段可以直接锁定你的监控视频是 AI 伪造的？顾川，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视频经过我们技术科的同事鉴定，没有任何 AI 合成技术，也不存在后期篡改的可能。这是检测报告，你应该能看得懂。竟然是真的！竟然是真的！顾川，你倒是会想办法，知道监控对你不利，就拿 AI 伪造来当借口。可惜啊，监控就是真的，你赖不掉。顾川哥哥，我们本来都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会拿假视频来陷害你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是清白的，可是你……顾川，我们认识10几年了，我一直拿你当亲兄弟，情愿是对你掏心掏肺。可是你呢，盗取了公司的数据，被识破以后还谎话连篇，你对得起我们吗？既然这视频是真的，而顾川又是深蓝科技拥有密室，唯一能整合所有数据的人，那岂不是说明顾川就是这起重大经济犯罪的实际行为人？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问得好。我身为深蓝科技研发部的总监，未来的副总裁，我搞垮公司对我有什么好处？本来我是不想说的，但现在人命关天。诸位，顾川前段时间因为研发失误，被王总扣了半年的奖金，所以怀恨在心。之前临江科技的孙总也找过他，他这是拿我们公司的专业数据做投名状，好商谈更高的福利待遇。现在就业多难啊！咱们研发部的兄弟，哪一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小？赵大哥的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等着救命钱呢，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现在就业多难啊！咱们研发部的兄弟，哪一个不是上有老下有小？
赵大哥的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等着救命钱呢，你怎么那么狠心啊你？顾川，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是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不会放过你。不对，顾川，监控视频是真的，你的未婚妻和好兄弟一起来指控你，你还在狡辩，你不会是想再来一遍江城区警局装疯卖傻那一套吧？听说你之前在江城区警局指着一堵墙说有人要害你，是别人指使你这么做的，难不成你是想通过装疯卖傻逃避罪责？顾川哥哥，我心里一直都藏着一丝希望，我以为你是有一些苦衷的，可是我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还是在推卸责任，你真是太让我失望。顾川，你忘了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吗？他们2个人一生为人正直，可就是因为你，他们双双都被气得住进了医院，你对得起他们吗？行了，都安静，这是审讯室，不是议论场，先坐下。顾川，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们真的破坏今天的决定是吗？顾川，不要问不相关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钱队长，监控视频或许是真的，但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我。钱队长，监控视频或许是真的，但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不是你，还能是谁？难道你想让我把监控视频截图放大10倍给你看，让你好好看清那人是不是你们？顾川，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为了脱逃罪责，竟然连这种漏洞百出的谎言都编得出来。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顾川，你说视频里不是你，你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而且是能让所有人闭嘴、无法辩驳的铁证。什么？你说的证据是？陈队长，先别急，我想先请问您，深蓝科技数据丢失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天、几点？8月1号刚过12点，8月2号的凌晨。你没错，8月1号的凌晨12点。我想问问各位，那个时候我在哪儿？8月1号的下午3点，我在江城区警局对面的金店直播抢劫，这件事儿瞬间引爆网络热搜，在场的记者更是冲在最前面，将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恶意引导青少年。因为这件事儿，我被拘留了1晚上。所以，秦队长，8月1号午夜12点，我在江城区的拘留所睡觉。所以，秦队长，8月1号午夜12点，我在江城拘留所睡觉。好像确实是这样。昨天直播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也刷到过。我也刷到了。当时有一顾川在搞恶作剧呢。敢问秦队长，我是如何做到一边在江城的拘留所睡觉，同时又出现在海城区的深蓝科技偷窃丢失的数据呢？这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2个间隔几10公里的地方？倘若顾川在看守所，那监控视频怎么解释？视频里明明是顾川脸呀。那就要问问我的未婚妻，还有我的好兄弟了。我们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掌握的视频资料交给了警方罢了。再说了，那段视频可都是从研发部的监控里边调出来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秦队，监控我们核实过了，的确是从深蓝科技研发部的监控探头上拍的。好，你先忙吧。是。看到了吧？我没有撒谎，监控视频是真的，都是你呀！你说自己在拘留所，谁能证明你24小时都在拘留所？是啊，当时叔叔阿姨为了保释你，很早就交了保证金。按照流程，你不是犯人，你是有机会偷偷跑出来犯罪的。你们的意思是，我特意从看管松散的拘留所溜出来，
连夜赶到50公里之外的深蓝科技公司，完事儿之后又马不停蹄的再赶回去，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哼，难道不是吗？你是民事滞留，又不是刑事诉讼的犯人，警员对你看管是很松的，你想逃出来也不是一件难事儿。顾川哥哥，我们不是真的要怀疑你，但是事实摆在这里，监控是真的。可是你在拘留所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亲眼看见。也许就像怀之说的，你中途偷偷出来过呢。的确，如果管理不严的话，他的确是有机会偷跑出来的。只是这情况会不会太辛苦了点？可不是嘛，江城区距海城区有50公里，我连夜来回就是100公里，你们还真是看得起我啊！只是困难一点，又不是做不到。人为了利益的时候，潜能是会被无限放大的。你为了脱罪，连谎话都在编，多跑点路又算得了什么？没错，你就认了吧。坦白的话还可以宽大处理，简直可笑至极。江城区的拘留所处处都是监控探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随便去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跑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有人证。什么人证？你可别随便找一个人过来给你做假证。我算不算合格的人证？我可以替顾川作证，昨天的24小时一直都待在江城区拘留所里，尤其是凌晨12点的时候，这是江城区拘留所8月1号到8月2号的所有监控视频，我已经所有都筛查过了。顾川一直都待在拘留所里，从来没有出去过。至于12点深蓝科技公司失窃事件的那个时间段，我一直在拘留所对顾川进行审问，所以可以为他作证。钱队长，不知道我的证据跟人证够不够证明我的清白？监控视频、人证，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啊！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钱队长，我已经展示了我的不在场证明，现在是不是可以判我无罪，撤销对我的怀疑了？不对，有问题。昨天你直播砸金店，只是仅仅为了5000块钱的赔偿金。我和青岩对你苦口相劝，你就是不掏。包括你爸妈后来来了之后，说要替你掏，你还是不愿意，非得让胡警官把你放进拘留所。你到底为了什么？难不成你早就知道深蓝科技的核心技术会失窃？没错，就是这样，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我之前就一直在纳闷儿，你明明知道被拘留了就会影响你的名声，甚至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前途，为什么偏偏执意要留在那里？原来你一切都算好的，要用拘留所挡箭牌，好把自己摘干净。我想起来了啊，今天早上在江城区警局门口，你一直说流量救命，没了流量你会死。当时我们以为你是在哗众取宠，想靠风言风语再炒一波热度。现在看来，你是在给自己打预防针啊！没错，我说我当时举报下架你的视频，你当场就给我急眼了。我当时还觉得你是怕没流量赚不到钱，现在才明白，你是怕没人关注你被拘留的事，怕没人给你做不在场证明。哼，说到底，这世上还有什么不在场的证据？要比执法单位的监控，还有警员的证词更加具有说服力。顾川，你还真是精啊！用拘留所当保险箱，让我们给你当证人，还把自己塑造成一副受害者的样子。顾川，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让我拘留你，甚至不惜用上撒泼打滚的手段。顾川，告诉我，你是不是故意砸金店，搞出流量，然后再用拘留制造不在场证明的？行吧，我承认。行吧，我承认。哼，承认就好，非得在这里硬撑。哎，耗下去对你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啊，顾川哥哥，做错事情不可怕，你只要老老实实认错，争取宽大处理。到时候孩子出生了，我也会告诉他，他爸爸是一个敢做敢当、有担当的人。没错，顾川，一时走错路不怕，没关系，我们还是好兄弟。
我和青岩会一直等着你出来的。哦，对了，我也会替你照顾好你的孩子，不让他受半点委屈。你们两个呀，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最好的兄弟，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把我送进去。钱队长，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在故意闹出事情进拘留所，给自己制造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好来脱罪，行，这个罪名我认。但是我想请问，既然事发的时候我人是在拘留所的，那深蓝科技的数据到底是谁偷的？难道我还有分身不成？秦队，我可以保证，他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一直都在我眼皮子底下。那视频里的人就绝不可能是顾川，那监控里的人就不可能是顾川，不可能。这么激动干什么？凌晨12点，顾川身处拘留所，他怎么去实施道歉？难不成正如他所说，有分身不成？警方已经调取了监控，证明我们的视频是真实的，而且他办公室里边的 U 盘还有电脑，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这又作何解释？没错，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提取了指纹样本。顾川，你的电脑和 U 盘上并没有其他人的指纹，所以说，目前还不能排除视频里边的人就是顾川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胡警官在帮我做伪证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况且，谁就能保证江城区拘留所里的监控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呢？我为什么那么做？人心都是难测的，谁都说不准。秦队，我可以用我的职业发誓，我绝对没有做伪证。随意污蔑公职人员，可是要负责任的。我不过就是一个猜测吧。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们所的监控的确存在盲区，顾川的确有出逃的可能。但是就算他出逃，凌晨12点，他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深蓝科技的办公室里，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正在对他进行问话。那就怪了，这个监控视频的画面是真的，人脸和特征也都对得上是顾川，但是时间线和顾川的行踪却完全冲突。没什么好奇怪的，钱队长，因为这个视频不是昨天晚上的，而是前天晚上的。没什么好奇怪的，钱队长，因为这个视频不是昨天晚上的，而是前天晚上的。什么？这根本就不可能！监控视频上显示时间就是昨天，你就是在撒谎。顾川，这到底什么情况？你说清楚。钱队长，对于我们这种技术人员，在监控系统上面改一下时间戳，调换一下几段视频播放顺序不是难事儿。至于昨天晚上的监控视频，在我这里。何副总，你怎么来了？顾川呐，我没来晚吧？您来的正好。钱队长，昨天晚上的监控视频就在何副总的手上。周怀志啊，那块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宋青年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吧？全球限量10只，其中有9只都在国外，而最后一只就是你手上的块表。一块手表而已，能证明什么？说不定啊，只是长得像而已。再说了，谁能证明这段视频就是真的？说不定是你们几个联合起来做的假视频，故意想栽赃给我。监控后台的原视频已经交给警方检查过，这的确是昨天夜里最真实的画面。要不是顾川提醒我检查服务器的隐藏备份，我肯定觉得是顾川盗走了数据。周怀志，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周怀志，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你，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周怀志，今天凌晨12点，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谁能证明？怀志和我在一起，我能给他提供不在场的证明。
没错，我一直跟秦岩在一起。哦，大家都听见了吧？在一起，一个是我的未婚妻，一个是我的好兄弟。你们两个为什么会一整晚在一起呢？宋秦岩，你肚子里的孩子啊，该不会不是我的吧？顾川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呢？你怎么能说这么伤人的话呢？顾川，你竟然敢羞辱秦岩！你为了洗清自己的罪责，连良心都没有了！有没有羞辱你们自己心里清楚。现在我们该好好解释一下，监控视频里面那个带着限量腕表冒充我拷贝数据的到底是谁？这就是一段真假难辨的视频，一块模糊不清的手表。再说了，你凭什么说有人会冒充你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之前偷偷的把监控给换掉了？你欲以何为啊？难道就是为了才送给我？他说的也有点道理，这顾川身上到现在还疑点重重。顾川，从审讯开始到现在，你对每一个质疑的回应都游刃有余，就好像知道提前会发生什么一样。还有，你为什么会提前知道深蓝科技的数据会丢失？这一点你必须说清楚。秦队长，你相信预知未来吗？秦队长，你相信预知未来吗？你说什么？没错，就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能够预测到深蓝科技的核心数据会在8月2号的凌晨失窃。我也是故意闹出事进的去留所，为的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防止有人把这盆脏水泼凉。为什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隐情？没有隐情。为了自救，我算出了这一切。你说什么？算出来的？这是刑事案件，又不是数学题，你拿什么算呀？哼，什么预料？什么算出来了？你少拿这种荒唐的话来当借口！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分明就是你早已经预谋好的一场犯罪。你自己策划了这一场数据失窃，然后给自己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据。你为的就是全身而退，然后把所有的罪责都栽赃在我的头上。怀之说的没错，就算你说视频有问题，但也不能证明视频里的人就是怀之。况且，电脑和 U 盘上的指纹你怎么解释？还有，你提供的不在场证明存有疑点，不能完全证明你的清白。顾川，都到这个时候了，就别再故弄玄虚了。我没有故弄玄虚，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能够预测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也能够准确的算到今天针对我的这场审讯，最终会证明我的清白，无罪释放。我没有故弄玄虚，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能够预测到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能够准确的算到今天针对我的这场审讯，最终会证明我的清白，无罪释放。顾川，容我提醒你一句，你身上的嫌疑还没有洗清呢。没有洗清嫌疑，但也不能代表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今天被抓的人一定不会是我。怎么？这该不会又是你算的吧？这谎话倒是说得顺口，就没想过等会儿被拆穿，这脸往哪儿放啊？顾川哥哥，那你预知未来的能力有没有告诉你，今天的案件真凶是谁呀？当然了，真凶是谁还不够显而易见吗？宋清言和顾怀之里面的监控视频显示，拷贝数据的人是我，而何副总的监控视频显示是周怀之。那么真凶不是我，答案还会有第二个吗？我的好兄弟，这场戏你演得够久了。你简直就是一派胡言。顾川，你为了把罪责栽赃给我，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我这不是栽赃，我说的都是事实。策划这一切、偷偷变卖数据的真凶，
从来都只有你一个。不，我这不是栽赃，我说的都是事实。策划这一切，偷偷变卖数据的真凶，从来都只有你一个。顾川说的这么斩钉截铁，该不会是真的吧？不太可能啊！你还真相信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这当然都是真的，因为我不是能预知未来，而是重生了。这一切我早就亲身经历过一次。我老婆刚生了孩子，都是因为你，害我们一家要喝西北风。公司倒闭了，我儿子学费怎么办？我没有，秦爷、怀生，你们是我的未婚妻和我最好的兄弟，你们知道我是冤枉的。监控都拍到了，你还在狡辩？女儿得了白血病，等我的工资救命，而你却害死了她，我要你为她偿命！走你！没错，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跟青岩做的。不过，能给我们俩当替罪羊，你这条命也算有几分价值了。顾川，下辈子放聪明点吧。重生回到悲剧发生之前，这一次，我当然要提前布好所有局，保护好自己的命。还有，周怀志啊，你装的不累吗？周怀志啊，你装的不累吗？什么？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兄弟，在公司我也处处都给你机会，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联合我最信任的人栽赃陷害我？钱对于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我根本就没有陷害你，我只是基于证据合理的怀疑你。倒是你呀，自己没有洗清罪责，反过来就血口喷人。是啊，顾川哥哥，我们怎么会害你呢？我们不过就是想让你早点坦白认错，回归正途。编，继续编。我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龌龊心思。顾川，你到底想说什么？顾川，你怀疑周怀之，难道仅仅是因为监控视频里的那只手表吗？这可不够站住脚的。当然不止，那不过是我抛出的第一个引子。既然不止，那你还有什么证据完全可以拿出来？如果你今天拿不出服众的证据，就别怪我不顾及10几年的兄弟情分。我告诉你，造谣污蔑可不是一句算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你必须得付出代价。急什么？证据马上就来了。3、2、1。秦队，刚才我们官方举报邮箱收到一份关于深蓝科技数据失窃案的关键证据。你说什么？顾川，这是你发的？秦队长，我说过，我早就算懂今天的一切，所以提前设置了定时邮件。现在看来，时间刚刚好。顾川，你还真是算无一策呀！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会有其他的证据？是不是关键性证据？钱队长，你不妨把证据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收到的证据是一段从行车记录仪里提取的音频文件，技术科经过紧急鉴定，这段音频的时间戳完整，声波曲线连贯，也不存在任何剪辑和修改的痕迹。顾川，
川今天死活要被拘留，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我们的计划还要正常进行吗？而且他的电脑有3重防火墙，我们去拷贝核心数据，万一留下痕迹被发现怎么办啊？放心，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到时候肯定让他百口莫辩。至于防火墙，我早就找黑客做了专杀病毒，一植入就能破了防火墙，还能抹掉所有的操作日志。等将这批核心技术变现，青岩，我们就发财了。周怀之、宋青岩，针对这段音频，你们有什么解释的吗？周怀之、宋青岩，针对这段音频，你们有什么解释的吗？可是这段录音，我明明……你明明已经删除了，对吗？周怀之，这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差距。为什么我能坐上深蓝科技研发部总监的位置，而你只能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取代的普通员工？想要恢复你删掉的行车记录仪文件，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怎么办呀？顾川，你破解了我的行车记录仪又怎么样？啊？这只是一段普通的录音，顶多能证明的只是我的一时口嗨。难道你忘了吗？想要整合数据，得拿到你的指纹密钥，我又怎么破解啊？精彩，实在是精彩呀！没想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想出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还真是比我想象的要顽强几分啊！顾川，你如果拿不出我破解指纹密钥的证据，就凭这个录音，你根本定不了我的罪。是啊，顾川哥哥，警方刚刚已经检查过了，你的电脑还有你的 U 盘上只有你自己的指纹，这可是铁证，你都否认不了吧？只有我自己的指纹，这个不难理解。只要放大我师傅带来的监控视频，就能够看到监控视频里面的嫌犯不仅戴了橡胶手套，还戴了人皮面具。至于指纹密钥，钱队长，还请你派人去搜一下顾怀之车子副驾驶的储物箱里，说不定能够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去。好。哎，接下来只要胡警官回来，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接下来只要胡警官回来，一切就真相大白了。怀之啊，青燕，你们的脸色很难看呀，该不会是想起来忘了销毁车子里面的物证，慌了神儿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还要嘴硬。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能知道你把证物藏在哪儿？因为我算的呀。我早就跟你说过，我算到了今天发生的一切，你还不信？现在你信了吧？哦，还真是人皮面具啊！胡警官，这是什么？也是从周怀哲车里搜出来的吗？钱队长，还请你帮我打开手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东西的用法。各位，这个是我的手机，平时只用指纹解锁，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打开。而这个是从周怀之车里搜出来的物证。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东西的魔力。这怎么回事？这东西怎么能解开你的手机？这好像是仿真指模。我之前跟过科技板块的新闻，我见过。仿真指模是什么？就是采集到足够清晰的指纹样本，通过3D 雕刻技术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指模，连细节纹路都分毫不差。这么厉害？没错，张记者说的对，这个就是高仿真指模。
现在的指纹雕刻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拿到目标人物的指纹，就能够造出来以假乱真的指模。而这枚指模的指纹，正是我的。它不仅能够打开我的手机，还能够打开办公室的指纹锁，以及系统核心数据的指纹密钥。原来竟是这样。宋青野作为顾川的未婚妻，平时一起吃饭，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多，想要采集她的指纹，易如反掌。顾川，这不会也是你算出来的吧？霍警官，这当然不可能是我算的。我之前说是我算出来的，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计划，我一直在将计就计。你们两个采取我的指纹，偷盗公司核心技术变卖，然后栽赃陷害给我。可是你们万没想到，我早就发现了这一切。完了，全完了。完了，全完了。为了让你们更安心的实施计划，我特意贴心的为你们准备了一份我的醉酒录音，让你们误以为我赌博欠了很多钱，好让你们栽赃我的时候更有说服力。所以，你之前醉酒抱怨欠钱的视频，也是你提前设计好的？我还以为是抓住了你的把柄。没错，不然怎么能让你们放下戒心，这么快就决定动手呢？你们以为的把柄，不过是我故意递给你们的诱饵。你好狠！你，我太傻了，我竟然还以为我们能斗得过你，原来我们一早就已经掉进你布置好的陷阱里了。周怀志啊，仿真指模、行车记录仪文件，还有何副总提供的监控视频，铁证如山。你认罪吧？不，我不认。凭什么？凭什么走到这个地步你还能翻身？凭什么你永远都要压我一头？明明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连所选的大学、上的专业、所学的知识、所研发的课题都是一样，为什么大家都只关注到你？为什么？就因为你比我更值得关注吗？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记恨我。明明咱俩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连所选的大学、上的专业、所学的知识、所研发的课题都是一样，为什么大家都只关注到你？为什么？就因为你比我更值得关注吗？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记恨我。难道不应该记恨吗？啊！你刚一毕业就进入了深蓝科技，接触的都是核心项目，而我呢，投了几十份的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了。最好靠你的引荐，你的提携，进入公司当一个随时都可以被替代的员工。你还有今年这么漂亮的未婚妻，你知道吗？平时你们两个冲双入对的时候，我只能远远的看着。凭什么？我带你进公司，是想让你能够接触更好的平台。我让你在我手底下做事，是想让你接触到项目，帮你提升能力。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够压你一头，我更没想到你原来是这么想我的。你闭嘴！我不想听到这些虚伪的解释。大家关注到你又怎么样？啊？老天爷不公，那我就自己去想。我不仅要毁了你的事业、你的工作，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拖过来，包括你的未婚妻。还好青岩，她就只是一个无脑的拜金女，只是被我简单的忽悠了几句，她就抛弃了你，和我联手策划了今天这场闹剧。原来是这样，没错，你们的计划的确很周密，从指模到监控视频，再到你们出手的动机，几乎没有什么破绽。如果不是我早就知晓了这一切，今天被抓的人一定会是我吧。说到底，还是老天眷顾你，都走到了这一步，他还愿意帮着你，
才不是呢！这哪里是老天帮啊？这是我用2辈子的痛苦和遗憾一点一点铺出来的路，是我熬夜收集证据，提前布好所有局才换来的结果。说到底，还是老天眷顾你，都走到了这一步，他还愿意帮着你。才不是呢！这不过是我努力了2辈子才换来的好结果。走你！没错，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跟青岩做的。不过，能给我们俩当替罪羊，你这条命也算有几分价值了。顾川，下辈子放聪明点吧。这哪里是老天帮啊？这是我用2辈子的痛苦和遗憾一点一点铺出来的路，是我熬夜收集证据，提前布好所有局才换来的结果。既然真相已经明了，来人，把周怀之和宋千言铐起来带走，等待公诉。我不要被抓走！顾川哥哥，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就是一时糊涂，我被周怀之给骗了。顾川哥哥，你不愿原谅我，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你放过我吧，好不好？我不要被抓走。孩子，宋清言，事到如今你还想拿我当接盘侠是吧？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你跟周怀之乱搞怀上的。孩子，宋清言，事到如今你还想拿我当接盘侠是吧？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你跟周怀之乱搞怀上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自愿的，是他给我灌醉了酒，他强迫我的，我也是受害者。宋清言，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当初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你抱着我说要抛弃顾川，然后跟我在一起一辈子，你忘了？你闭嘴！你想死，你别抓着我！顾川哥哥，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真的再也不敢了。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了吗？我们不等下个月的婚期了，我们明天就去领证结婚好不好？宋清言，我顾川是不可能用别人用过的2手货的，更别说你这种背信弃义的女人。我先糟。顾川，你别忘了，今天即便我被抓了又怎么样？你作为研发部的项目总监，工作不严谨，连公司最核心的技术都能被人偷走卖，你以为公司会放过你吗？啊？你还想当副总？我呸！等这件事情一曝光以后，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就彻底的臭了，到头来你也会是一个被公司无情抛弃的一个下岗职工。我不好过，你也休想好过。不好意思，没忍住。周怀之啊，你应该知道深蓝科技董事长的名字吧？你什么意思？给你重新介绍一下，深蓝科技的董事长顾庆年是我的爷爷。什么？给你重新介绍一下，深蓝科技的董事长顾庆年是我的爷爷。什么？再给你重新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顾川，深蓝科技研发部的总监，未来的副总裁，同时也是深蓝科技的继承人。你说他们会炒了我吗？这不可能！你爸妈都是我们家的邻居，这都几10年了，你怎么可能会是深蓝科技董事长的孙子？就让我来告诉你吧。爸妈，你们醒了？没事吧？哼，
现在知道关心我们了。之前那么冒险做那些事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和你妈？少说两句吧，小川啊，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儿，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你知不知道，把妈妈要吓死了。妈，对不起，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哦，对了，爸的手术啊，放心吧，你爷爷在国外请了顶尖的心脏病专家，都安排好了。你就是周家小子吧？听说你很好奇我们家的事儿。爸，坐。我和顾川妈妈年轻的时候不喜欢上班当牛马，正好啊，家里也有一些小的资本，我们就去农村买了房子，隐居了，也就是你们家的隔壁。后来顾川出生，他爷爷呀也年纪大了，就把他当成继承人来培养。虽然没有接回老宅养，但是每周都会有专门的老师来家里呀，教他金融管理和研发知识。没想到这小子的确有几分本事，也不算丢我的脸。是，原来是这样，难怪你刚一毕业就接触到了深蓝科技的核心项目。原来我从一开始我就输了。原来是这样，难怪你刚一毕业就接触到了深蓝科技的核心项目。原来我从一开始我就输了。深蓝科技的继承人，天啊！我这是错过了什么豪门霸总？不行，我不能认输。顾川哥哥，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就是一时糊涂，我被他给骗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别生气了。你要是不原谅我，我跪下，我磕头，我磕到你消气为止，好不好？行了，宋青野，你省省吧，你都跟周怀之怀上孩子了，还想妄图得到我的原谅？宋青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无非就是听到我很有钱，还想继续贴上来罢了。不是的，不是的，顾川哥哥，我是真的爱你啊！你要是介意这个孩子，我明天就去医院，我去把孩子打掉，以后我只生跟你的孩子，好不好？宋青野，你贱不贱啊你？你为了攀高枝儿，你连孩子都不要了吗你？我肚子好疼！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你可不能有事啊！周怀之，虎毒不食子，你还真是狠心啊！顾川，这一切都是你害的！你毁了我的孩子，毁了我的工作，你毁了我的一切！这个锅你可别往我身上背，我承受不起。哦，对了，我好心提醒你一下，你盗窃的数据那全都是错的，是我故意放出来让你偷的。没想到你这么蠢，都不核实一下就敢拿出去卖。我想，买了你假数据的那家临川科技应该会想办法让你牢底坐穿吧？你说什么？我跟你拼了！顾川，恭喜你，现在你洗清了自己的嫌疑，可以回家了。我说过，今天的这场审问，我将会无罪释放。
现在我做到了。